在我给宋南锦挖野菜的第6年，他终于靠着跟他妈年纪一般的富婆一炮而红。他一副情非得已的模样，将200万的银行卡塞到我手里。我欣然接受，并掏出一份赠与协议。虽然这点钱还不及我1个月的零花钱，但足够让这个连内裤都要蹭品牌方的狗男人心疼一阵了。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我是当红流量男星宋南锦的经纪人，也是与他地下恋5年的恋人。1年前，他傍上了一位做珠宝生意的富婆。他的确有点本事，哄的人砸了几千万，还顾及他的事业，没有公开恋情。1周前，宋南锦皱着眉头将200万的银行卡推到我面前。妍，我也是没有办法。我们努力了3年，我还是个小糊咖。娱乐圈是个需要人脉的地方。他眼中氤氲着一层雾水，仿佛下一刻就要落下泪来。毫无疑问，这是宋南锦进入演艺圈后演技最为高光的时刻。可惜他那些粉丝看不到。想到他说的努力了5年，我不禁失笑出声。这年找导演是我，拉赞助是我，连喝酒应酬都是我，而他只会借口酒精过敏，在酒局上躲在我身后，看着我跟那些大肚便便的地中海男人推杯换盏。最近2年，有了点名气，就开始忘乎所以，连台词与体态都成了网友的槽点。要不是老吴早把他和富婆卿卿我我的视频送到我面前，我还被他蒙在鼓里。这是赠与协议，麻烦你签一下。我家老头1个月给的零花钱都不止200万，但我就是想让宋南锦心疼。毕竟，以他的抠门程度，大到日常的电器家具、衣服鞋子，小到水乳面膜跟洗脸巾，连内裤都是蹭品牌方的。我拿出提前让律师拟好的协议，单手递给宋南锦。宋南锦没有料到我会要这个钱，一时间骑虎难下，要说的话被卡在了喉咙里，瞪大了双眼。既然你觉得我们这6年的感情只值200万，我也没什么好说的。宋南锦唰地从桌对面站起，俯身一把拉住我的手。不是这样的，妍，我只是不想你跟着我吃苦了。他一无所有的时候，我给他当了5年王宝钏，他没觉得我吃苦。现在红了，有房有车了，倒心疼起我了。我懒得理他，将签字笔递给他。我们俩已经没啥好说的了。既然你做了选择，那我祝你得偿所愿。不过，作为你曾经的女朋友，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好看的男人。你能靠美色上位，别人也行。
宋南锦再次不可置信地瞪大他那双令人恶心的桃花眼。显然，他没想过我会知道他小三尚未傍富婆的事。在我不屑的眼神下，宋南锦黑着脸签了200万的赠与协议，3个字签了快1分钟，的确是抠门到家了。妍妍，我原本以为就算全天下的人都不理解我，你也会站在我这边的。没想到，我错了。都到这份上了，还不忘 CPU 我。那故作深情的脸，差点让我把刚吃完的西餐都要呕出来。拿了协议，我立马转头走人。大4那年，我对宋南锦一见钟情，展开了猛烈的追求。毕业前，他同意了跟我交往。工作1年后，他拿出所有的积蓄和我一起付了房子的首付。房本上只写了我一个人的名字。他说那就是我们的家了。他这么爱我，我竟然还一直对自己的家事遮遮掩掩，简直不是人。于是，我冲回家，跟我爸妈宣布，我要跟宋南锦结婚。我爸告诉我，宋南锦并非良人，可我不信。一怒之下，他断了我所有的黑卡。但他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带着宋南锦进了星月。1年前，在一次名流宴会上，他认识了做珠宝的王姓富婆。回来一脸认真地告诉我，妍妍，该为我们的未来考虑一下了。他找到公司高管，想换一个经纪人，一句招呼都没有跟我这个女朋友兼经纪人打过。在我爸的授意下，老吴同意将他的经纪人换成公司排名第2的丽姐。他说等他做出一番成绩，就公开我们的关系。不公开，是因为我们关系特殊，怕我被他粉丝骂。当时的我是个恋爱脑晚期患者，他说什么就信什么。因为宋南锦，我爸从来不让我透露我和他的关系。我在星月待了4年，没有享受到一点特权，但即使吃再多苦，我也从来没有跟家里人抱怨过一句。宋南锦画的大饼，我傻傻的吃得干干净净。可每次酒会上，我给他挡酒时，他都会借口上厕所离开，任由那些咸猪手向我靠近。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人蠢到我这个地步呢？姜到底是老的辣。我爸阅人无数，早就看出了他是个什么鸟。这些年他任由我折腾，不过是想锤炼我。这4年，我变得成熟，周旋于各种社交场合，做事也越发雷厉风行。1年前，宋南锦出狱富婆之时，我爸就恢复了我的黑卡，不定时地给我打上几笔零花钱。我本以为是他的让步，现在看来，却是一种提醒。他没有明示我去阻止这一切的发展，而是顺其自然，让我看清楚自己有多天真。织女莫若父，
如果4年前他就逼我分手，那我很可能不顾一切，甚至与他断绝父女关系。从前我故作清高，傻傻的想靠自己为宋南锦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天地。现在我只想牢牢地将钱和权抓在手里。宋南锦能凭借富婆倾情投资为他量身打造的剧本一跃成晋升2线流量明星，我就可以把我的人推得更高。1年前，宋南锦提出换经纪人后，我找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新人，夏乐安。他参加过2次大火男团选秀，都因为内幕操作没有成团，但他本人颜值身材在线，唱跳俱佳，哪怕在娱乐圈也是个不容忽视潜力股。有几家小公司表示愿意力捧他，但他一一客套地回绝了。星月这样的龙头公司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将他的颜值与才华运用到极致。我喜欢这样有能力、有野心的聪明人，不像宋南锦，只会空想，不愿意多花心思提高自己，最后也只能靠脸吃点青春饭。而且，与他相比，夏乐安谦卑有礼，为人正直，在学校里就是师生的骄傲。这样的人更适合成为年轻人追捧的对象。只是不知道，我爸还愿不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回了趟家，跟我爸表明我想参与更多公司事务的意愿。我爸脸上看不出什么颜色，手中的茶杯晃了又晃。我能理解他的失望，本来我也没想过一次就能说服他。毕竟我自己对我这些年的所作所为都失望到了极点。喝完手里的茶，我爸答应了我的要求，但却给我设立了1年的考察期。我兴奋地抱住，给了我爸一个久违的拥抱。他也难得地对我露了个笑脸。这1年，我不光要让夏乐安火上一把，还要学习并参与公司的各项事务。老吴找到我，问该怎么处理宋南锦。我只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老吴以为我对他仍有旧情，舍不得把他赶出公司。怎么会呢？见人自有天收。更何况他还处于娱乐圈这种名利场，根本不用我亲自动手。比起浪费时间报复他这种渣男，事业在我心里重要得多。我承认前几年我的确有点恋爱脑，为了所谓的爱情出钱费力。但现在我只想好好经营公司，将星月推向新的高度。运筹帷幄，统筹全局的快感是恋爱分泌的那点多巴胺不能比的。我没有出手，宋南锦却蹬鼻子上脸了。他自命不凡，还见不得我对自己手底下的人好。不管是广告代言还是综艺资源，他都想压夏乐安一头。1年前，丽姐为他谈了一档恋爱综艺《遇见你》，他在里面的角色是常驻观察员。我看了一下，里面选的几个素人嘉宾家庭背景
颜值、学历都很不错，性格也各有特色。只要他不作妖，输出正常的三观，绝对能圈一波忠实粉丝。但他在凭借那部古装偶像剧火了之后，就看不上这档恋综了。他把目光瞄准了我原来为夏乐安谈的户外真人竞技综艺《Fighting》上，里面的常驻嘉宾都是老牌综艺咖，飞行嘉宾也都是当下流量明星。宋南锦跟公司提出与夏乐安进行资源互换，用他不看好的恋综换夏乐安原本十拿九稳的 Fighting。为了拿下他想要的资源，还给老吴硬塞了10万红包。老吴派丽姐来询问我的意见，看来公司部分高层已经知道我分手的事了。既然他这么努力，我索性成全他好了。资源互换，正合我意。本来上个月夏乐安就可以跟 Fighting 的导演签订飞行嘉宾的合约了，但是网上传出苏洛瑶也要参加这一期的录制，而我恰好无意中得知了苏洛瑶偷税漏税的秘密。他的律师朋友劝他赶紧补税，但金额不小，他有些不乐意。夏乐安跟苏洛瑶年龄相差不大，导演组很有可能让两人组个 CP 什么的。我本来还愁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替夏乐安推了这个签约，宋南锦就自己送上门来了。以他那怕吃苦的性格，能圈粉才怪。综艺不是电视剧，就算有一定的剧本，也多少会暴露出明星本人的性格。倒是夏乐安那边，还需要解释安抚一下。还没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了宋南锦小人得志的声音：“乐安，实在不好意思，公司觉得还是这样的安排比较适合我们当下的人气。你也不要怪妍妍，她也是为了公司的利益。双方合约都还没来得及签好，她就来挑拨离间了。很好，见得超乎我的想象。”我站在门外不远处，看着夏乐安一向温和的脸变得阴沉起来。他嘴唇紧闭，拳头紧握，已经举到了宋南锦眼前。我担心他会控制不住，跟宋南锦打起来，赶忙往前走。他现在事业正在上升期，要是留下把柄，他日被人当成黑料，就糟了。宋南锦听见了我的脚步声，毫不犹豫地给自己来了一巴掌。等我进去，他已经撤下嚣张的嘴脸，换上无辜的神情。妍妍，我知道公司要把我和夏乐安的综艺资源兑换，怕他误会你，特意来解释一下。你不要怪他，是个人都会生气的。好一招即当诱例。如果我不是星月董事长的女儿，估计真能被他骗得团团转。我拨开宋南锦伸过来的手，我跟你已经分手了，不需要你为我着想。这次的事，就当便宜狗了。以后不要再来招惹我的人。这种自导自演的戏码，你还是留给你包养你的老女人吧。
虚伪的嘴脸被人拆穿。宋南锦有些恼羞成怒。妍妍，我们6年的感情，你帮他说话，你是不是早就跟他背地里好了？才这么爽快地接了我200万。被宋南锦步步逼近，夏乐安一把将他推开。我跟芝妍姐清清白白，不会说话就闭好你的狗嘴。可能是因为我的维护。夏乐安说这话时，嘴角眉梢是压抑不住的笑容，像是窃喜。宋南锦一个趔趄，差点磕到椅子上，很是狼狈，再也没了之前装出来的绅士模样。齐之言，你早晚会后悔。我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没早点甩掉你这种脚踩2条船的狗东西吗？那个姓王的女人都能当你妈了吧？被我踩到了痛点。宋南锦的整张脸都发青了，牙齿都在颤抖。我们走着瞧。宋南锦摔门而出后，夏乐安满眼愧疚地看着我。芝妍姐，都怪我不争气。要是我比他红，公司就不会把你辛辛苦苦谈的资源送给他。真是个傻孩子。这件事情不能怪你，是我同意的。对你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夏乐安有些疑惑。这些年，Fighting 这种户外竞技综艺的热度慢慢下降，而恋综越来越受年轻人的喜欢。况且，宋南锦去了也只能当一期的飞行嘉宾，而你却是遇见你的常驻嘉宾。夏乐安恍然大悟，我懂了。芝妍姐，我一定努力，争取不让你失望。他黝黑深邃的眼眸里有坚定的自信，还有一股我读不懂的勇敢。或许这就是青春热血吧。这是个集天赋与努力于一身的孩子。知上进，听劝诫，始终坚持自己的本心，不骄不躁。在娱乐圈待了4年，这样的好苗子我见过的也寥寥无几。他没有理由被宋南锦这种人踩在底下。宋南锦在遇见你开拍后不久，找到了一个他熟悉的投资商。人家跟他傍的那个富婆有不少合作，权衡利弊之后选择撤资。导演一时间资金短缺，已经开工的项目差点夭折。我只好叫老吴出面给导演投资了800万。导演感恩戴德，给了夏乐安很多个人镜头。遇见你上映后，夏乐安的热度便居高不下，微博跟抖音涨了几百万粉丝。夏乐安本来路人缘就不错，加上我让公司买的热搜，简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至于宋南锦，他算是偷鸡不成蚀把米。Fighting 第1期周1开播后，1周内宋南锦上了3次热搜，颜值、穿搭跟气泡音。宋南锦将那一期的视频链接发给我，有什么表现不好的地方，请齐老师指正。1周后，苏洛瑶就传出了偷税漏税的丑闻。我都没想到苏洛瑶塌房如此之快。
宋南锦大部分的镜头都与他挨着，因此被剪辑连夜剪的只剩20多个镜头。风口浪尖，宋南锦挺身而出，在微博发声，力挺苏洛瑶。结果第2天，苏洛瑶就被官方实锤，一时间引来了网友无数谩骂，还掉了几10万粉丝。我想起来，大概2年前，两个人都不火的时候，一起拍了部网剧，两人当时靠着炒 CP 上了一波热搜，而我因为吃醋生了好久的闷气。现在看来，这狗东西搞不好早就劈腿了。周五，宋南锦第3次上了热搜第1，他特意来见了我一面，约我吃饭。我知道他的心思，无非是想炫耀自己的成功，顺便看我是怎么后悔的。于是周天苏洛瑶被锤后，我给他回了条微信，表现不错，宋老师，一起吃顿饭。不出所料，宋南锦一直都没有回复。后面几天，他在公司看到我都要绕路走。宋南锦得罪的人不在少数，网上对于宋南锦的讨伐持续了很久。鉴于我和宋南锦过往复杂的关系，丽姐再次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小齐总，要让公司的公关团队帮宋南锦控评吗？我给他的黑料添把火还差不多。自从我和宋南锦分手，一心搞事业，老爸一开心，将公司一部分的权力交给了我。但是现在我还处于考察阶段，不想太张扬。公司的人不知道我和老爸的关系，都照旧喊我妍妍。只有几个老员工知道我的身份，暗中改了口。我知道，丽姐现在代表的是公司那些高层，他们想要的是我的一个明确的态度。不用管他，他已经给自己找好了靠山跟下家。你也可以留意一下新的人选了。在得到我的答复后，丽姐和公司那些高层心里也有了底。宋南锦被骂了2星期后，终于忍痛自掏腰包找了水军控评，而他本人停下一切工作，不是跟早谈好的下家锋芒的负责人吃饭，就是陪他的富婆女友参加所谓的上流聚会。年底的颁奖典礼上，我带着夏乐安与宋南锦跟他的富婆女友在后台碰了个正着。准确来说，是宋南锦特意带着他那位富婆女友在后台等我。让我意外的是，富婆姐姐是个气质美人，她左手中指戴着一枚只少5克拉的钻戒。我原以为宋南锦难得大方了一回，仔细一看，是莫桑石。3年前，他跟我求婚，用的也是莫桑石，只不过比这个小上许多。当时他信誓旦旦，等我攒够了钱，给你买位置最好的别墅。至于戒指，不过是一种程序化的象征，一般人或许看不出来莫桑石与真钻石的区别。
但富婆姐姐是珠宝商，又是一位宝钏。一想到跟这种人谈了5年，我就想回到大学，狠狠抽自己2耳光。有富婆姐姐在，宋南锦没有找我搭话，只是用轻蔑的眼神看了看我身旁的夏乐安。2人出去后，手机界面闪过他发来的微信消息：王雪已经答应我的求婚了。我知道他在炫耀什么，他认为夏乐安比不上他，而我不如富婆姐姐。谁知我只轻飘飘回了一句：是吗？那就祝你早日嫁入豪门。宋南锦回了一句：妍妍，你不懂，一直以来我心里都只有你。不到3秒，消息又被快速撤回，是我没有从未设想过的骚操作。颁奖开始后，主持人宣布宋南锦拿下了今年的最佳男主角。他拿着金色的奖杯站在台上，嘴角恨不得扯到耳根去。我能拿下这个奖，离不开公司的帮助，但是我最需要感谢的人还是我的经纪人。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发表获奖感言时，宋南锦热泪盈眶，望着我和夏乐安的方向。他没有点名经纪人是谁，但熟悉的人都知道是我。4年前，我带他跟星月签约，他搂着我一遍又一遍地感谢我时，也是这般神情。坐在右后方的丽姐看了看我，带着7分尴尬与3分不好意思。我浅浅一笑，示意她不要担心。虽然宋南锦现在还在他手下，但人若一心想犯贱，谁也拦不住。坐在第1排的富婆姐姐依旧端坐着，没有回头。大概是宋南锦对她隐瞒了我们5年的恋情。这番话落在夏乐安的耳中，就是赤裸裸的挑衅。他才21岁，正式出道不到1年，只获得了2个奖项提名。看着他落寞的神情，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奖项水分很多，不要放在心上，相信你自己的实力。夏乐安沉思了片刻，眼中一亮，只言姐，我想当演员。原本我打算让他先走唱跳歌手的路线，但此刻他决绝的眼神改变了我的主意。他不是那种3分钟热度的人，只要他决定好的事，就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做到最好。我不会阻碍雏鸟飞向自己的领空，变成翱翔于9天之上的雄鹰。既然他决定了，我就会尽我所能捧他。只是这样一来，他和宋南锦就彻底地站在了对立面。4年前的身影与台上的人重合。我明白，那些年我爱的不过是心中美好的泡影。既然宋南锦用虚伪丑恶的嘴脸亲自将他打碎，那我就不介意与他彻底反目，只怕他不是合格的对手。年后，宋南锦与公司的合约到期，如愿签到了锋芒。对于这种人才流失，公司高层表示庆幸。
而我则在为夏乐安筹备他进军演艺圈的第一部剧。圈内著名的导演姜年正在为他的新剧《雾里长安》招人。他拍的剧质量有保障，口碑很好。我叮嘱夏乐安尽全力一试，就算是当个男四男五，也能学到不少东西。夏乐安认真准备了整整1个月，去试了男三的戏份。这个角色从性格和外貌上都和他本人比较贴。试戏时看得姜导眼睛都亮了。然而，我和夏乐安一连等了3天，都没收剧组的消息。网上都传宋南锦将出演本剧的男二。我让老吴丹当着我的面给姜导打了个电话，试探一下口风。果然是宋南锦搞的鬼。姜导原本准备把男三的角色给夏乐安，可宋南锦仗着自己带资进组，不要脸地向他推荐了锋芒的人。姜导一时之间有些犹豫，他看不上宋南锦推的人，又不想惹恼投资方。砸钱是吧？他投1000万，我就投2000万。导演很快做出了抉择，他拒绝了富婆那边的投资，将宋南锦的角色排到了男四。本来我是不想让宋南锦再留在这个剧组的，但夏乐安坚持可以让他留下来，我便随了他的心意。剧组对于演员签约仪式暂时保密，但宋南锦却早早向营销号透露了自己即将出演男四一事。他的粉丝吹捧他终于跻身实力派的行列，遭到了网友的嘲讽。他本人对此却还沾沾自喜。没过多久，所有演员都敲定了，导演组也公布了演员阵容。宋南锦没有想到夏乐安的番位比他高，气急败坏之下找了几个营销号来黑夏乐安。可夏乐安本人除了缺乏表演经历外，没什么值得黑的。在宋南锦的一通捣鼓下，夏乐安反而被人挖出了在学校的辉煌事迹，喜提宝藏男孩。正好省了我原本打算给夏乐安做宣传的钱。宋南锦大概是气得不轻，脸上冒了好几颗痘痘，采访时的浓妆都盖不住。采访视频是丽姐给我分享的。这段时间我在公司忙得起飞，全靠她5句冲浪。宋南锦在娱乐圈的结局大家都能预料到，只是他作死的方式总能让人眼前一新。在听到他的消息，我内心毫无波澜，就像个吃瓜路人。如果他没有再来招惹我的话，我们或许能当个陌生人。雾里长安开拍时，我将夏乐安送到剧组，并找导演寒暄了几句。夏乐安毕竟是新人，很容易被别人下套。宋南锦还在同一个剧组，我不得不提防。只是我还要忙于公司事务，不能一直看着他，只能摆脱导演多加照顾。导演是圈内人，对宋南锦的为人早有耳闻，爽快地答应下来。拍戏时，我去探班，
刚好遇上夏乐安与宋南锦对戏。夏乐安表情自然，感情真挚，倒是宋南锦几次没接上戏，导致重拍了好几遍。结束时，宋南锦注意到了一边的我，眼神晦暗不明。1周后，夏乐安就被宋南锦打进了医院。一般演员之间的对手戏，就算真打，也不会下死手。可宋南锦一拳直接把夏乐安击倒在地。夏乐安身体没什么大伤，但地上有许多荆棘，划破了他的脸。对于演员来讲，一张脸比什么都重要。我赶到医院时，夏乐安脸上不光有划痕，还乌青的拳印。他朝我挤出一个笑容，直言姐，别担心，一些小伤，医生说不会留疤的。夏乐安故作坚强的模样让我有些心疼和愧疚。宋南锦这一圈必然少不了我和他的私人恩怨。我忽然想起当年我给宋南锦当经纪人时，他被对手戏演员不小心用道具划破了脸。他在我面前哭得死去活来，生怕因此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对方赔了100万后，他表面跟对方称兄道弟，暗地里在采访中给人下绊子。我那时大概真的是鬼迷心窍，相信他是因为咖位小被人针对，还为此骂了那位跟他拍对手戏的演员。如今旧景重现，宋南锦也休想轻易翻篇。夏乐安忌惮于宋南锦的人脉，不想给我招麻烦，劝我大事化小，只要宋南锦来道个歉，把医药费付了就行。可从他进医院到现在，宋南锦连面都没露过，只有一个女助理提了个果篮。我们锦哥也不是故意的，特意让我来跟你们道个歉，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想让我们不再追究。我一记眼刀杀过去，你们当剧组的人都是傻子吗？小助理狗仗人势，大家都是圈子里混的人，闹大了对你们也不好。娱乐圈的人最是现实。就因为宋南锦是锋芒力捧的二哥，而夏乐安还是个4线小明星，他们就敢这样明目张胆地来威胁我们。果然什么样的人养什么样的狗。不对，宋南锦不是人，是狗中狗。既然他还以为我只是个小经纪人，那我就用这个身份再陪他多玩会。江导演在夏乐安出事后就给老吴打了很多电话，期间也联系过我1、2次。我让老吴转告他，这件事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江导是个聪明人，雾里长安开拍不久，最好的选择就是换人。宋南锦没有料到自己会因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被导演辞退，在网上大肆宣扬夏乐安带资进组。可那又怎样？当时投资时用的是星月娱乐的名义，一个娱乐公司投资部电视剧，不是再正常不过的吗？他宋南锦想带资进组，都没门。
网上有不少的宋南锦粉丝和无脑键盘侠被带着节奏在夏乐安的微博和抖音下追骂。夏乐安嘴上不在乎，可脸却跟个苦瓜一样。只言姐，我给你添麻烦了吧？大抵是我这几天的低气压给他造成的错觉。没有，这是好解决。我们本来就是占理的一方，你不要多想。安抚完小朋友，我也该找宋南锦算算账了。早在我赶到医院前，导演便将宋南锦打人的视频发了过来。我之所以一直没发出来，是想让事态发酵得越大越好。宋南锦的公关团队此前找过江导，认定剧组不敢为了一个4线小明星得罪他，那我就教教他们该怎么做人。第二天，夏乐安的私人微博和工作室账号同时发布了片场视频。在星月娱乐转发后，星月旗下的艺人也纷纷转发了夏乐安的微博。网友不是瞎子，一眼看出了宋南锦的歹毒，只剩宋南锦的部分脑残粉还在网上为他辩解。出于网友的同情，夏乐安又涨了一波热度。宋南锦彻底坐不住了，跑到星月公司去找我。公司的保安大叔没少听他的八卦，铁了心把人拦在门外。大庭广众之下，宋南锦作为公众人物，不想闹得太难看，灰溜溜地跟着经纪人回去了。第二天，宋南锦工作室在网上发布了道歉声明。热评里有人说宋南锦早就得了抑郁症，还有人说星月给物理长安投了2000万，更有甚者说夏乐安傍上了公司的以为女高管，才能得到物理长安的资源。抑郁症的话题在网上极受关注。在营销号的努力下，宋南锦很快博得了许多网友的同情。刚倒戈到夏乐安这边的网友被弄得一团雾水，很多人选择了安静吃瓜，好一出苦肉计。偷换概念，将矛头又转移到星月和夏乐安的头上。原本是宋南锦的错，现在却像是我们在仗势欺人。宋南锦则在网友的维护中乐得洒脱，发微博请网友跟粉丝不要担心，并说自己休息3天后会直播报平安。只是他忘了，作为他的前东家，没有谁比星月更了解他过去都做了些什么事。3天后，宋南锦直播前，我的大礼也准备到位了。那是一张他跟苏洛瑶在地下车库接吻的照片，还有一段跟富婆姐姐进出爱巢的视频。照片是当时恋爱脑的我给他压下来的。至于视频，应该是富婆姐姐给了狗仔好处，才没有流露到网上。宋南锦直播的时候，我用小号进去看了2分钟。他形容憔悴，仿佛几天没吃没睡一般，说起话来也是虚弱无力。要不是他爱美，还给自己画了眉毛跟眼线，我都以为他自虐了几天。宋南锦一出场就一副强撑精神的模样，
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不要担心，本人病情稳定，按时服药，没有什么问题。直播间马上多了许多弹幕，心疼哥哥，锦哥真惨，被新人算计了。宋南锦继续惺惺作态，这件事原本也是我不对，不小心下手太重了，我在此向演员夏乐安真诚道歉。评论区从对宋南锦的同情立马转换到了对夏乐安的谩骂。宋南锦的脑残粉对夏乐安进行了全方位的人身攻击后，开始问候他的祖宗18代。宋南锦假装没看到，在粉丝骂了5、6分钟后，却开口制止骂人的粉丝。不明真相的网友纷纷夸赞宋南锦大度。直播结束前，宋南锦的助理给他送了2瓶药，摄取磷和马氯贝胺。宋南锦笑得跟花一样。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陪伴。我想了一下，留下了宋南锦跟富婆姐姐的视频，让人将她和陈洛瑶的照片发了出去。同为给宋南锦挖过野菜的女人，我对王雪多少有些同情。高清照片一出，宋南锦当夜被自己的粉丝送上热搜第1名。当年他为了讨好女粉，抵死不承认和苏洛瑶有任何关系。如今照片一出，他再也没得洗了。这张照片发出后，原本沉默的苏洛瑶突然在小号发布了一段2人的恋爱回忆。他们因戏生情，在一起1年半分手。期间，宋南锦如法炮制，用各种扑我的话术对苏洛瑶进行洗脑。宋南锦的评论区瞬间炸成一团糊。没想到更猛的料还在后面。宋南锦为了抢戏，居然还勾搭过小网剧男导演。前年5、20的时候还找人撒娇要红包。该导演心胸比较开阔，加上早已退圈，懒得跟宋南锦计较。直到今天才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他鱼塘众多鱼中的一条。密密麻麻的转账记录，从几十100到万里挑一，让网友都觉得心疼。宋南锦被骂得关闭了评论区。锋芒的人似乎不想放弃这棵摇钱树。公关团队还在撤热搜，控制舆论。混战之下，我也没能幸免。过往的恋情被网友们扒了出来。宋南锦的团队敏锐地抓住了契机，开始倒打一耙，为南锦营造凄惨的人设。在他们口中，我是与宋南锦相识6年、相恋5年的渣女。因为我的见异思迁，爱上夏乐安，导致宋南锦患上重度抑郁，一气之下放弃全国最强的娱乐公司星月，签了锋芒。就连他干的那些丑事，也是因为受到我的刺激。我和夏乐安也被卷入了这场混战中。很多网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我们进行了无差别攻击。铺天盖地的消息惊动了我爸，连在法国度假的我妈都连夜飞了回来。
我爸准备用自己的实力帮我解决这个麻烦，一劳永逸。可我始终觉得让宋南锦这种人滚出娱乐圈，或者直接去死，实在太便宜他了。自己的事还是自己动手比较好。我连夜将新旧3个手机的重要聊天记录做成40页的 PPT， 第二天一早就放到了网上。头脑清楚的网友很快通过各种时间线吃瓜吃了个明白。而这次不得不将跟我一样倒霉的富婆姐姐也拉了进来。在我发博3小时后，富婆姐姐转发了我的微博，并艾特了宋南锦和他的工作室。网友中有精神科医生指出，一般医生都不会让病人同时摄取磷和马氯贝胺2种药物，所以宋南锦的抑郁症100%是自导自演。宋南锦彻底被锤死，可他还是不甘心，放出了自己给我200万的视频。一下子，我们又变了渣男配捞女。宋南锦的脑残粉还在评论区大喊不要脸，真谈感情的话就把钱还给我们哥哥。夏乐安很担心我，一夜没睡，从片场赶了回来，并在微博声明我们只是单纯的经纪人与艺人的关系，这样的努力只是杯水车薪。我调动了银行流水，打印了前几年的房贷缴费记录，一共120万。宋南锦只付了首付，房贷都是我还清的。分手前2个月，我便将房子过户给了他，不算我自己都不知道。房贷与这些年我给宋南锦的转账加起来都超过了500万。这下子，我真的变成了当事王宝钏。原本不愿意让人知道的黑历史，算是被自己爆了个彻底。宋南锦的粉丝也从我的评论区逐渐消失。2天后，锋芒官方发布消息，与宋南锦这种劣迹演员正式解约。宋南锦也陷入了与各个合作方的官司之中。他做起了缩头乌龟，对各大媒体乃至自己的前经纪公司避而不见，宛如人间蒸发一般。直到我在星月的地下车库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宋南锦一身黑衣加棒球帽，口罩墨镜一个没落。见到我开车门出来，他便迫不及待地冲过来。妍妍，我知道错了，你帮帮我吧，我不是故意的。再说了，你不也对我隐瞒了自己的身份吗？看着眼前这个胡子拉碴的潦草男人，我选择拉开距离。知道了又怎样？我帮不了你，也不会帮你。自作孽不可活。宋南锦的眼神眨眼变得疯狂又狠毒。你能给夏乐安投资2000万，让他当男三，为什么不能帮我？这些年我跟着你吃了多少苦？你搞清楚，是谁跟着谁吃苦？这些年基本上都是我在给你花钱，是我在给你跑前跑后，给你找资源。擦屁股。宋南锦眼神突然柔和了不少，眼泪顺着两边脸颊滑落下来。
只听见扑通一声，宋南锦记忆跪在了我面前。妍妍，都是我的错，是我不懂珍惜。求求你再帮我一次，让我留在星月，哪怕当个18线明星也好。果然，宋南锦这种人到死都放不下他追逐名利的欲望。只可惜，他的才华从来都配不上他的野心。我无视他的乞求，抬脚准备离开。下一秒，宋南锦从地上蹿起，飞扑过来。妍妍，既然你这么狠心，别怪我绝情。地下车库里这会一个人都没有。如果这时被宋南锦带走，后果难以想象。宋南锦毕竟是男人，我们之间力量有一定差距。我被压在车窗上，一时难以动弹。宋南锦，你到底想要什么？宋南锦眼睛半迷，居然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我抓住他走神的瞬间，用力将他推开半壁的距离，随即抬腿用力一踢。他啊的一声惨叫，侧手捂住了自己的关键部位，连连倒退。我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将从小学的防身术和散打发挥到了极致，期间还抽空打了个110。等宋南锦趴在地上之时，保安叔叔也终于带人赶到了。等警察将宋南锦和我带上车时，我想到了一个关键问题。我在公司的保密工作做得一向很好，连夏乐安都不清楚我的身份。到底是跟宋南锦泄露我的身份，让他一路找到了这。知道我跟我爸关系的，大概有公司6个高层，但我给雾里长安投资2000万，用的是自己的小金库。知道此事的只有老吴和丽姐。在外人看来，这是公司对剧组进行的投资。老吴是看着我长大的，又在公司占有一定的股份，他没有理由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所以背叛我的人是丽姐。他为什么要这么做？等到了警局，宋南锦又开始卖惨，向警察展示他的伤口。警察大哥，我是被打的那个。从受伤程度上来看，的确如此。可我这明明叫正当防卫啊！警察早就看到了车库的视频，告诉他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性骚扰和人身威胁。而我的回击属于正当防卫，就算去医院进行鉴定，也只是轻伤，构不成过度防卫。毕竟我可是挑着位置下手的。宋南锦因为威胁我被反杀后进了局子的消息再一次上了热搜。只不过这一次，星月官方带上了我作为星月继承人的标签。这1年里，我没白忙活，不仅给夏乐安找了几个很好的影视资源，还参与了公司几个大项目的规划。我爸终于认可了我的能力，虽然他一直嘴硬说不想看我受欺负。回公司后，老吴告诉我，丽姐主动递交了辞职信。听说她跳槽到了锋芒，
大概是我挨着了他晋升的路吧。他这个人最会察言观色，忌惮于我的身份，事事都要找我商量。一个有实力、有野心的女人，自然不甘平庸。我识人的能力还得加强。离开前，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为宋南锦的事向我道歉。在公司这些年，他也真心教过我不少的东西，全当恩怨两清了。宋南锦在圈内被彻底封杀，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出现过。听说他回了老家，不敢出门，一直在家啃老。富婆姐姐对于无意插足我和宋南锦恋情这件事深感抱歉，亲自上门道歉。本来我也没有怪她，毕竟她也是受害者之一。我抓住机会，提出与她合作，她也痛快地答应了。网友吃完了瓜，给我和夏乐安组了个 CP， 叫知天乐命。夏乐安很好，可惜娱乐圈这个大染缸里，谁又能100%保证一直绝对的清白呢？我本想留着这些 CP 粉给夏乐安增加一点热度，可思虑再三，还是觉得不该给他留下不该有的错觉。于是第二天，我转发了夏乐安此前的微博，清清白白。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